嗱，我哋成日講嘅法治，現代文明嘅基石，到底乜嘢先至係法治呢？唔係你開間公司，整套員工守則出嚟管住班伙計，嗰啲就叫做法治。嗰啲唔係法治啊，嗰啲係帝制，係人治。法治最起碼具備兩個條件，一個就係王在法下，一個就係三權分立。老細都要同員工一樣去遵守嗰啲員工守則嘅，嗰啲先叫做法治。咁啊，法治嘅發源地呢，就係英國啦。時至今日，歐美日韓澳洲嗰班咁嘅資本主義民主國家，佢哋嘅政治架構同埋司法制度都係來源於英國嘅。資本主義民主制可以講係英國就係發源地。從15到19世紀嗰個大航海時代啊，英國一共有78個殖民地嘅。二戰之後開始慢慢各自就俾佢哋獨立啦。咁有77個就已經係獨立成國家噶啦，其中有56個仍然保留喺英聯邦裏邊嘅。呢56個英聯邦國家裏邊，亦有16個仍然係宣布將英女王作為本國嘅元首嘅。但係呢啲曾經被英國殖民過嘅國家呢，佢哋好少去憎恨英國嘅。英國反而係受到尊敬同愛戴嘅。你唔好以為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啊，唔係嘅。佢哋呢啲對英國感恩嘅殖民地，被英國殖民之前就好原始、好落後嘅，成為咗英國殖民地之後呢，佢哋嘅生活水平同埋科技都係受到很大嘅進步嘅，質嘅飛躍啊！咁我哋都知道嘅咧，其實下邊嘅好多民眾呢，佢唔係太關心你邊個做皇帝嘅，大部分嘅嗰啲人都只係關心自己嘅嗰個生活水平好唔好啊，安唔安逸啊，安唔安定啊咁咯。真係好極端民族主義嗰啲，始終都係佔少數嘅。嗱，我哋睇下英國嘅發展史啊，佢幾時都行喺個地球嘅最前面。1096年創立咗牛津大學，1209年劍橋大學成立，1215年英國大憲章簽訂。因為以前呢，全世界都係行緊帝制嘅，普天之下莫非黃土嘅。咁去到英皇約翰，佢仲係好似漢武帝咁隨便中意徵稅，亂咁收稅嘅。自己唔夠錢用就加稅噶啦。咁呢個時候呢，英國啲貴族就頂唔順啦，就聯合起嚟反抗，武裝反抗啊！咁嗰啲英國貴族嘅聯軍呢，居然打贏咗，而佢哋並冇推翻英國皇室嘅，只係強迫當時嘅英皇約翰簽署咗大憲章，裏邊有63條規則，好詳細。大憲章強調保護公民嘅人身自由同埋私有財產不受侵犯，其中有一條規定，任何自由人如未經過同等地位嘅其他公民嘅依法裁決，或者經過國法嘅判決，都不得被逮捕、監禁或者沒收財產、剝奪法律保護權、流放以及其他嘅損害。仲有另外一條，禁止國王出賣、否決、拖延司法，除非根據王國法律受過合法審判，否則不得監禁任何自由人。呢個就係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同埋人權嘅保護。1644年，英國出版咗論文《出版的自由藝術》，提出咗出版自由嘅概念，開啟咗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、媒體自由嘅時代。1645年，英國頒布咗憲章，確立咗王在法下嘅原則，皇帝都要受法律監管啊！呢個就係法治嘅起源啦。從此，法治成為咗各個國家嘅核心價值觀。1689年，英國頒布咗權利法案，開始咗君主立憲制。呢個就係民主嘅起源啦。民主嘅理念呢，慢慢就滲透全球啊。
同樣係1689年，英國又頒布咗寬容法案，確立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。跟住1690年，洛克喺政府論裏邊提出咗著名嘅三權分立嘅理論，從此開啟咗三權分立、司法獨立。1693年，英國推出咗公務員嘅財產公示制度，公務員所有嘅收入全部要公開透明，你想發達就唔好去做公務員啦。跟住1765年，呢一年啊，個個都知噶啦，英國發起咗全球範圍嘅工業革命，珍妮紡紗機同瓦特改良嘅蒸汽機正式誕生，全世界開始進入工業化時代啊！英國成為第一個工業國家。1776年，亞當斯密夫嘅國富論正式成立。亞當斯密夫提出看不見的手嘅理論，現代自由市場經濟嘅開始。英國成為第一個自由市場經濟嘅國家。時至今日，嗰啲大學生嘅辯論比賽呢，就係模仿英國議會嘅嗰啲辯論方式嘅。1832年，選舉改革，多黨制啦，英國走向政黨良性競爭嘅議會制度。1870年，文官制度改革，英國頒布法令，規定多數重要文官職位必須通過公開競爭考試擇優錄用。文官委員會有權獨立決定文官嘅基本錄用條件。今次文官制度將英國政府官職分為政務官同埋文官兩個部分，對文官規定咗政治中立嘅原則，即係文官不得參加政黨政治活動，不得競選議員，不得接受政治捐款，不隨內閣更替而進退。嗱，以上所講嘅呢啲制度呢，唔單止成就咗英國自身嘅輝煌，亦係影響住全世界嘅政治、經濟同埋社會發展。正係因為英國將呢啲先進嘅制度帶到去佢嘅殖民地，因此贏得咗廣泛嘅尊重。所以好多國家呢，雖然脫離咗殖民地身份啊，但係依然同英國保持住緊密嘅聯繫嘅。呢啲制度同價值觀啊，成就咗今日嘅普世價值。嗱，嗰啲繼續沿用英國嘅制度同埋價值觀嘅嗰啲咁嘅殖民地呢，就繼續有運行嘅。你對比下嗰啲又唔聽話亂咁改嗰啲呢，就冇運行噶啦。嗱，你睇下緬甸啦，英治時期嘅緬甸係亞洲裏邊最發達嘅國家。二戰之後，緬甸獨立並且脫離英聯邦，好憎你英國佬嘅，統治咗我哋咁耐，脫離，全部脫離。咁緬甸啊，大家都睇到噶啦，經濟啊直線下降，窮到褲穿窿啊。所以英國呢個國家呢，你中意佢又好，你憎佢又好，佢對人類嘅貢獻啊，事實上啊 number one 噶啦，真係。OK，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